夫君打了胜仗，800里加急送回一个姑娘，号称能做掌上舞。那姑娘整日在我面前耀武扬威，我眼含同情。你对她的狗一无所知。后来夫君回来了，专门给姑娘打造了跳舞的黄金台。他一脸兴奋地指着在黄金台上旋转跳跃不停歇的姑娘：“娘子快看，我送你的8音盒。”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达达听书，点赞订阅，每天听故事。我的夫君陆燕是全京城最靓的崽儿，出了名的宠妻狂魔。我是他铁石心肠的王妃沈西文。无他，主要是陆燕操作太变态，从来不干人事。7岁那年，平安侯家的世子跟我吵架，嘲讽真当天上能掉馅饼呢。陆燕立马买空了一条街的馅饼，追着往世子脑袋上扔空中飞饼，导致平安侯世子从此患了馅饼恐惧症。9岁那年，陆燕他哥选太子妃，只因中间掺了一张我的画像，陆燕骑在他哥脖子上奋力拔对方脑袋，导致当年的太子，如今的皇上看见他就条件反射，捂紧自己的龙头。15岁那年，我嫁给了陆燕，没过几个月就有人想给他送侧妃，毕竟是皇上的亲弟弟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誉王殿下，哪怕变态了一点，那也完全可以接受。谁知道陆燕当场就以没我娘子才艺多，没我娘子头发多，没我娘子吃的多等各种理由，将人从头到脚挑剔了一个遍。最后姑娘们纷纷表示嫁给狗都不嫁给陆燕，而作为陆燕唯一的王妃，被她放在心尖上的我，却偏偏对她不冷不热。所有人都说我铁石心肠，可陆燕却毫不在意，一如既往地把我宠上了天。其实哪有什么铁石心肠，不过是不敢动心罢了。我是穿越的，从一开始我就知道自己穿到了一本小说里。问题是这本小说我刚他妈看了一个简介，后面要充会员才能看，而我为了省9.9的会员费，没有充，所以我只知道这是一本大女主小说，主角沈西文会在男主陆燕死后成为一个富可敌国的女商人。我不知道陆燕什么时候死，怎么死。我曾经尝试改变事情发展，结果却以陆燕学了3天鸭子叫而告终。而当我想告诉陆燕她的结局，让她凡事小心时，又会被毙消音。这个设定简直比陆燕还狗。自此我不敢再轻举妄动，只得暗暗告诫自己不要动心。陆燕去边关打仗已经有3个月了，我日日提心吊胆地吃斋祈福。直到今天，陆燕的贴身侍卫陆一风尘仆仆地进京了。王妃，这是莲儿姑娘，王爷命我800里加急送她回来，嘱咐您务必小心安置。闻言，陆一身后那个一脸柔媚的女子挑衅般的仰起头，这就是王妃，以后就是姐妹了，何必见外，今日便不给您行礼了。站在我身后的侍女小梅扬手就给了莲儿一巴掌，什么阿猫阿狗也配跟王妃称兄道弟。陆一，小梅赶紧找补，不是，称姐道妹。好好的立威场景变成了大型丢脸现场，不过倒是没影响莲儿发挥，她捂着脸蛋愤愤道：“你敢打我？等王爷回来我就让他发卖了你。”王爷最喜我的掌上舞，当时看的眼睛都直了。我顿时来了兴趣，怎么个直法儿？你给我展开说说。陆一听不下去了，火速逃离了现场，并在心里为自家主子点起了一根蜡烛。不出1个时辰，全京城就传遍了。誉王殿下800里加急送回来一个姑娘，王妃终于要失宠了。小梅安慰我：“王妃您别生气。”我云淡风轻道：“我哪里有生气？我根本没有生气啊！”小梅指着桌上的一堆骨头，双重否定表肯定。而且您已经啃了3个肘子了，说好的吃斋祈福呢？佛祖吃饭我上肉，谁都别活。第2天一早，皇上火速召我进宫，我俩隔着半个勤政殿，撕心裂肺的交流。朕听说阿燕送回来一个姑娘，你别生气啊。什么？皇上我听不清，咱俩能凑近点交流吗？不行啊，你别过来，朕害怕，可千万别让阿燕知道咱俩私会啊。我
最后我俩喊得嗓子眼冒烟，我才听出来皇上的言外之意。陆燕虽然不是个东西，但是你千万别断了前方将士们的粮食。是的，书中的沈西文有惊人的经商天赋，我完美的继承了这一点。时至今日，整个大昌半数的商人都在我手底下讨生活，而我也早与皇上达成了共识，我为大昌出钱出粮，皇上为我经商提供便利，并赐予皇商之称。当然，这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，知情人只有皇上以及我的几个心腹，甚至连陆燕都不知道。所有人都知道大昌有一个地位崇高的皇商，但却不知道到底是谁。出于某种直觉，我想保护陆燕远离一切可能的危险源。然而不知道从哪里打听到，我和陆燕根本没有圆房。从那以后，他更嚣张了。哎呦，我说王爷看我的眼神怎么那么如饥似渴呢？爱王妃又如何，还不是留不住王爷的心。王爷定会立我为侧妃，以后与我日日笙歌。我面无表情地打断了他。废话别多说，才艺你先来一波。莲儿似乎很喜欢炫耀他的掌上舞，一言不合就要来一波才艺表演。有一说一，他跳得还挺不错的，起码我能一边欣赏他跳舞，一边咔咔炫肘子。莲儿跳不下去了，莲儿很生气。我诚恳道：“你能再跳一会儿吗？还有2个肘子没肯玩。”莲儿仿佛受了天大的委屈。你敢拿我当消遣？等王爷回来，我让他。我眼含同情。等他回来，你就会知道，我可能不是人，但他是真的狗。终于，在我炫完66个肘子以后，陆燕风尘仆仆地归来了。这一仗可谓是大获全胜。皇上笑眯眯地问他想要什么奖赏。陆燕勒勒裤腰带，原地扎了个马步，展开双臂比划了一下。臣弟想要个黄金打造的台子，那么大个儿的，让别人在上面跳舞用的。此言一出，一片哗然。几个御史险些把胡子揪下来。京城再一次沸腾了。不是演习，王妃真的要失宠了。誉王殿下倾尽所有战功，只为给新欢换一个跳舞用的黄金台。皇上眼角抽搐地答应了，也在心里给弟弟点起了一根蜡烛。同时定在5天后，在宫里举行宴会，庆祝陆燕大获全胜。陆燕兴高采烈地回了王府。娘子，我回来啦。我受伤了，可严重了，你快来给我吹吹，要不一会儿愈合了。我还没来得及说话，一个身影就如狼似虎地扑向了他。王爷，你可算回来了，莲儿想死你了。陆燕吓了一跳，条件反射一错身，就听啪嚓一声，莲儿一脸娇媚地摔在了地上。陆燕皱眉，你谁啊？你为什么想我死？莲儿凌乱了。莲儿，掌上舞。陆燕闻言一愣，仔细看了看，随后兴高采烈，太好了，你这几天好好练练舞，过几天宫宴，你随我一起进宫。于是京中再次疯传，誉王殿下要带新欢进宫了，王妃失宠实锤。转眼就到了宫宴那天，苦练了5天掌上舞的莲儿，一脸斗志昂扬地随我们进了宫。宫里最显眼的无疑就是那么大个的黄金台了，明晃晃矗立在宫殿正中间。莲儿得意之下，趁陆燕没注意，低声挑衅道：“你可小心自己的王妃之位，最后变成了我的囊中之物。王爷愿用全部战功为我换一个黄金台，可见我在他的心里有多重要。”宫宴很快开始了，皇上先是冠冕堂皇地赞颂了一番陆燕的战功，随后又宣布友邦燕国国主恰好到访，大家纷纷行礼。只有我注意到，燕国国主的目光一开始就落在了我的身上，从未移开。一片寂静中，陆燕突然啪地把酒杯一放，对着燕国国主怒目而视。瞬间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过来，不明白这位又在做什么妖。皇上浮夸地哈，哈哈，试图缓解气氛。安燕，这不是你之前想要的黄金台吗？诺，可给你了。陆燕脸色稍缓，莲儿，去跳舞。莲儿可算带到了表现机会，迫不及待的一个箭步冲上了黄金台，开始翩翩起舞。就在大家安静欣赏的时候，陆燕抓着我的手一通猛晃。我不解地看向他，
就见这货一脸兴奋地指着黄金台上旋转跳跃不停歇的姑娘：“娘子快看，我送你的八音盒！”在所有人懵逼的目光中，我陷入了回忆。那还是很久之前，我无意中提过自己曾经有一只很喜欢的八音盒。当时陆燕仔细询问过什么是八音盒，我说就是一个小盒子，一旦打开，上面就会有一个小人旋转跳舞，还会有好听的音乐。后来我也没放在心上，毕竟现代的产物，古代上哪儿弄去？心口微微一阵悸动，有一种想哭的冲动。我非草木，孰能无情？如果可以，我宁愿什么都不要，只要陆燕平安喜乐。但我知道自己无能为力。罢了，如果真有那一日，就随他一起去吧。陆燕恍然不觉，还在大声炫耀：“什么是八音盒？你们连这个都不知道？我娘子告诉我的，那是一种西洋玩意儿。我跟你们说，我娘子懂得可多了，我娘子什么都知道。”在一片宠妻还得看誉王的感慨声中，莲儿的脸越来越黑，最后竟然一头栽下了黄金台，引来了一片嘲笑声。一片混乱中，燕国国主突然轻轻笑了一声：“誉王妃果然名不虚传，不枉我千里迢迢而来，想跟您这位皇商做一笔生意。”瞬间，全场寂静，在场所有人猛地看向了我，满脸都是震惊。而我捏紧了手中的酒杯。他怎么会知道？在一片沉默中，陆燕出声打破了僵局：“娘子，你是那个传说中的皇商？”我听出他声音中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，一颗心猛地沉了下去。我忍不住看向陆燕，她的眼神满是震惊。我沉默不语，任谁知道自己宠上天的娘子隐瞒了自己这么大的事，想必也忍不了。我低下了头，刚想开口，就听见陆燕突然大声说话了：“哈，哈，哈！我不是针对谁，在座的诸位都是垃圾。我就问，还有谁的娘子这么厉害？还有谁？”在场众人，有些人一开口就注定可以得罪全场。眼看独孤求败，燕还在疯狂输出，众人敢怒不敢言。皇上只好赤膊上阵，出声解围。誉王妃确实是我大昌的皇商，但此事一直都是秘密，燕国国主又是如何得知的？又想做什么生意呢？燕国国主挑眉道：“我自然有我的消息来源，至于什么生意，恕我冒昧，我只能单独说与王妃一人。皇上，我劝你不要。”话音未落，就见陆燕猛地站了起来：“咋地？人多你还不敢说话啦？”燕国国主，我轻轻拽拽陆燕的衣袖，还想激情开麦的陆燕瞬间狗腿化：“怎么啦？娘子有何吩咐？”我递给他一个安抚的眼神，随后转向燕国国主：“国主请后殿一叙。”空无一人的后殿中，我面向燕国国主：“现在可以说了。”对方一边左顾右盼，一边开口道：“可以，但是你等我先找根柱子。”“啊，那根就挺好。”随后，燕国国主走到殿里的柱子前面，站定，一手扶腰，一手扶柱，媚眼如丝，头发开甩，给我跳了一盏茶时间的钢管舞，妖娆且妩媚，但我不理解，且大为震惊，甚至很想夺路而逃。救命啊！这本书自上而下没一个正常人。在我目瞪口呆的时候，对方终于停了下来，气喘吁吁道：“妈的，这个狗设定！长话短说，要不一会儿我还得来一段。我知道你是穿书的，我也是，而且我是作者。哎，别动手，你打死我陆燕就死定了。”在看完了3段钢管舞以后，我终于搞明白了事情的真相。原来这本书的作者因为把男主写死了，收到了600多个读者寄来的刀片。随后他很巧地摔倒了，又很巧地摔到了刀片上，所以很巧地嘎了。系统给了他一个机会，就是穿到书中一个角色身上，将剧情扭转，让男主活下去，这样他才能回到原来的世界里。也是系统告诉他我是穿书的，于是他来找我，就是想商量一下对策。听完之后，我沉默了一会儿。我只有一个问题：钢管舞是什么情况？对方也沉默了一会儿，艰难开口道：“系统让我在这3个角色里面挑一个穿越，说3句话以上，必须跳一段钢管舞的燕国国主。”
每天必须吃鼻屎，不然会嘎的神医，一辈子会被蟑螂追杀的刺客。我嘴角抽搐，道理我都懂，但是你写书的时候，觉得这合理吗？燕国国主还没开口，忍不住又跳了一段钢管舞，一边跳一边气喘吁吁。我写到一半，中彩票了，所以你懂的。正因为如此，你得跟我合作啊！我得回原来的世界花我的钱。这个钢管舞，我是一天都跳不下去了。从对方的口中，我得知5天以后就是陆燕会死掉的那天。我们只要坚持过那天，剧情就算掰回来了。按剧情，那天清晨我会去京郊的寺院上香，陆玉一伙杀手因为撞破了他们的计划，我被劫持了。而陆燕正是为救我而死。于是那天只要我们再加狗到正午就可以了。刚刚商定好计划，店门猛地被撞开，平安侯世子跌了进来，摔了个狗吃屎。陆燕紧随其后跟着进了大殿。彼时燕国国主还在热辣舞蹈着，陆燕和平安侯世子都惊呆了。良久，陆燕忍不住狐疑道：“你在干什么？”国主。燕国国主完成了最后的风骚亮相，淡定开口道：“我在给玉王妃表演才艺。”王妃，她突然闯进来，一定是不信任你我。哎，一直听闻玉王宠妻，今日一看，不过如此。陆燕瞬间急了：“我不是，我没有，你别瞎说。娘子，她一定是在报复刚才我说她的事，你不要信她。”随后陆燕环视左右，试图编一个合理的借口。最终他的目光落在了平安侯世子身上。两人对视，平安侯世子睁大了眼睛，对着陆燕猛摇头。陆燕安抚的点点头，表示明白。随后正气凛然地开口：“是平安侯世子，他说新月国主非要来看看，我怎么拦也拦不住。娘子可不赖我哟。”平安侯世子，就在我和燕国国主商议的短短时间里，我就是传闻中的皇商这一消息，已经长着翅膀一般传遍了整个京城，并且还在不断向外扩散，估计过不了多久，整个大昌的人都要知道了。众人议论纷纷，怪不得誉王往死里宠啊，王妃真是了不得，而且人家知道的还多，连西洋的事儿都知道。之前还以为誉王变心了，现在一看，区区舞女哪里比得上王妃？这简直就是活财神，要是我娘子，我也得给她供起来。作为当事人的我，陆燕、莲儿坐在回王府的马车上，兢兢业业地保持着沉默。莲儿看向我的目光带着明显的嫉妒与愤恨，随后她梨花带雨地看向陆燕：“王爷，你相信爱情吗？”陆燕听后猛地抬头看向他。就在莲儿一脸期待的时候，陆燕严肃道：“喝了酒就下去走路，土车上200两银子，谢谢。”莲儿噎住了，脸色铁青。我忍不住笑出声，陆燕立刻看向我，我温柔地抬手替她整理了一下头发。怎么我瞧着夫君不太高兴？陆燕立刻睁大了眼睛，一脸的不可置信。原来的我可不会这么温柔对她，更没有叫过她夫君。那时我一心告诫自己不要动心，可现在我知道陆燕会活下去，我们以后会永远在一起。陆燕立刻凑到我的身边，委屈巴巴道：“他们都说娘子会赚钱，所以我才对你好。可是他们不知道，娘子不只会赚钱，娘子哪里都好。我不喜欢他们这么说。”想了想，又小声加了一句：“对我也可好可好。”我笑眯眯地靠在他的肩头：“我哪有那么好，一直都是你对我好。”陆燕又急眼了，大声宣布道：“胡说！我娘子就是最好的，我娘子拉屎都是香的。”马车外面熙熙攘攘路人的声音瞬间停了，良久爆发出一阵阵大笑。我当众射死哪家强，当仁不让选誉王。我恨不得把头塞到马车底下，偏偏陆燕无知无觉的还在问我：“娘子，你为什么钻到座位下面？”我面无表情道：“我捡一下自己刚掉的脸。”接下来的几天，陆燕早出晚归，忙得不可开交。毕竟一场大仗刚刚结束，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。连陆燕一根毛都没摸到的莲儿，愤愤不平地来找茬：“你给王爷灌了什么迷魂汤，让他天天围着你转？”
勾得他连我的掌上舞都不看了。我一边看着账本，一边安排着粮草调度，心不在焉道：他为什么看你的掌上舞？你自己心里没数吗？莲儿被我对得哑口无言，开始无情无义无理的取闹。你都那么有钱了，凭什么不能把王爷让给我？我嘴角轻挑，径直看向他。让给你？你觉得你配吗？我沈西文生来就是配陆燕的。莲儿被我突如其来的气势震慑得不自觉后的退了2步，唯唯诺诺不敢说话。恰在此时，小梅进来了。王妃，燕国国主来访，说是做生意的细节，还需要讨论。我起身道：让国主去书房吧，我稍后就到。在去书房的路上，小梅看着我欲言又止，良久忍不住开口：王妃最近好像变了，之前都对王爷不冷不热，现在护肤护得厉害，整个人也比之前鲜活了不少。我笑着去拍她的头，记得去取我订的乳鸽，王爷最近很累，要不补身子。小梅立刻两眼放光：哪方面累？展开说说。乳鸽不行，得上大补之物。我果然还是没有一个正常人。燕国国主正在书房里温柔地抚摸着一根柱子，小梅有被震撼到，一脸恍惚地离开了房间。那日为了掩人耳目，我和燕国国主商定，对外就说我们准备做丝绸买卖，所以倒是也无人怀疑。在一段热辣开场舞之后，燕国国主开门见山：明天就是最后一天了，熬过明天正午，一切就算尘埃落定了，我也就该回到原来的世界了。为了不让这个角色原身起疑，我明天就告辞回燕国了。你一切小心，誉王殿下，您大可不必如此，有点烦人了。就在刚刚，陆燕再次不小心闯了进来，身后还跟着绝望的平安侯世子。陆燕假装没听见，盯着对方奔放的舞姿，不确定地开口：你又在给我娘子表演才艺？也不怎么样，像一根海带。燕国国主深吸一口气，尽量和颜悦色地开口：是啊，誉王妃最近不爱看掌上舞了，喜欢柱子舞了。对了，誉王殿下，不知您有什么才艺？一句话把陆燕问懵了，良久，她呆愣愣地转向我：娘子，我没有才艺，你会不会不要我了？我哭笑不得的刚想开口安慰她，就见她突然精神一振，将目光落在了平安侯世子身上。对方忍不住连退3步。对了，娘子，我飞饼扔得特别好，你要不要看？百发百中。平安侯世子为了拯救犯了众怒的陆燕，当天下午我拉着他在外面玩了一天。临出门前，小梅告诉我，莲儿奋发图强，苦练掌上舞的时候，一头从高处栽了下来，醒来就闭门不出了。我还想细问问，却被陆燕匆匆拽出了门，只来得及叮嘱小梅给莲儿请个大夫来看看。临近傍晚，陆燕左手提着兔子灯，右手扛着1人高的冰糖葫芦，兴奋得满脸通红。娘子，你还吃不吃羊肉串？我去给你买。我给他擦擦嘴，不吃了，我们去许愿。许愿河边，一朵朵祈福花灯飘在河面上，我也放下了一盏。陆燕凑过来：娘子，你许的什么愿？如果你不愿意告诉我也没事。我打断他：我许愿你我缘分3生不散。昏暗的灯光下，陆燕一脸目瞪口呆的傻样，眼里却闪烁着熠熠光芒。良久，他才开口：娘子，我们永远都在一起。会的。那我们回家睡觉吧。也不是不行。第二天，劳累过度的我睡到了日上3竿。一睁眼，陆燕不在身边。我猛地坐了起来，高声喊道：陆燕！小梅急匆匆进来：王妃，你醒了？王爷进宫了，今日燕国国主辞行，宫里有宫宴，皇亲国戚和官员们都去参加宴会了。我松了一口气，喃喃自语道：吃席啊，吃席好。小梅，只要苟过今天，一切就尘埃落定了，所以我打定主意，今天哪儿都不去，坚决不给陆燕牺牲自己救我的机会。小梅问我：王妃饿了吗？我去拿点吃的来。我点头同意。小梅刚走，莲儿就不请自来了。我皱眉有些不悦：听说你摔了，
怎么不在屋里休息？莲儿不说话，只是看着我，看得我心里发毛，觉得今天的莲儿怪怪的。若无事你就回去吧，过几天我会和王爷商量，送你回家的。莲儿依然不说话，我快步从她身边走过，想去叫人把她带走。就在一错身的瞬间，一个重物砸在了我的后脑上，我眼前一黑，晕了过去。再次醒来的时候，我被绑在了一间熟悉的宫殿里，我心里一紧，瞬间就认了出来，这就是皇宫开宴会那个大殿的后殿。一个阴森森的声音响起：王妃醒了。我扭头看向对方，是莲儿。见我一脸不解的样子，莲儿仿佛被愉悦到了。想不明白，多亏昨日摔的那一下，我重生了。你知道上辈子我是怎么死的吗？你，沈西文，在陆燕死后变成了彻头彻尾的变态。你利用自己的钱与势收买各国官员，我就是被你买来送给皇上的玩物。可是皇上根本没碰过我，宫里的奴才见风使舵，见天地折磨我，我是活生生饿死的。既然我重生了，我要你死在我面前。看着几乎癫狂的莲儿，我的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。上辈子没有陆燕的我，终归是黑化了吗？我抿抿嘴，对不起，你应该恨我，你可以杀了我，但不要伤害陆燕。莲儿指着安放在殿内的黄金台，冷冷地笑了。不够，我要你们两个都死在我眼前。莲儿告诉我，多亏她上辈子对皇宫的路线了如指掌，这才发现了一条前朝的密道，从宫外通向这个大殿。她正是通过密道把我弄进宫里。现在整个大殿周围都是火油，只要一点点火星就能燃掉整个大殿。莲儿点燃手里的火折子。王妃，你会喊疼吗？如果你喊了，陆燕一定会来救你的吧。火光坠下，连成火海。我眼睁睁地看着火焰在我面前肆虐蔓延，在心里暗暗告诫自己，忍住，不能喊疼，绝不能。前殿响起喧哗声，想必是看见了火光。我安慰自己，无妨，宫里有水龙，前殿应该不算严重。等所有人撤出去，陆燕也会跟着走，她会活下去。这一世，她会平安喜乐。我会在天上看着她。火势蔓延极快，很快就烧到了我的眼前。我闭上眼睛，准备迎接死亡。就在下一瞬，大殿的门突然被踹开，一个焦急的声音传来：娘子！我猛地睁开眼睛，怎么会？你走，别进来！但是已经晚了，那个熟悉的身影穿过重重火光，不顾一切地赶到了我的身边。娘子，没事了，我带你出去。我一个劲儿地摇头，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般掉落。你走吧，活下去。宫里赴宴不能带兵刃，莲儿用来绑我的却是铁链。陆燕努力了半天，终于涨红着脸，徒手将铁链扯断，但她此时也有些脱力了。我俩互相搀扶着向殿外跑去。就在即将到达大门的时候，突然一根燃烧的横梁砸了下来，径直朝我们落下。娘子小心！陆燕用尽全力推了我一把，我不受控制地跌向了大门，被门外焦急等待的众人接住。可陆燕却被淹没在了火海中。不，陆燕！我疯了一般往回冲。皇上见状，赶紧拦住我，大声吼道：你疯啦！陆燕拼了性命也要让你活下去，你冲回去也就不回他。我不顾一切推开皇上，我绝不会留下陆燕一人。说好的永远在一起，少一时一刻都不行。他就算烧成了一把骨头，一捧灰，我也要跟他在一起。就在我马上就要冲进大殿的一瞬间，殿内一个圆圆的东西突然朝我滚了过来。我条件反射的赶紧往旁边一让，就见这玩意儿咻的从我身边滚过，飞快。与此同时，一个声音响起：皇兄，你居然拿空心的黄金台骗我，里面居然放的是水缸，你是不是玩不起？赏不起就不要赏。众人定睛一看，原来陆燕把圆柱形的黄金台竖起来了，发现里面是空心的，甚至还放了一缸水。于是他用水把自己打湿，钻进了黄金台里，当场表演了一个仓鼠踩轮，成功冲了出来。看到那人活生生地站在我面前，我脚下一软，跌倒在了地上，泪如雨下。
一双手伸到我眼前，熟悉的声音响起：娘子，就算我没死，你也不用难过到哭出来吧。我抬头，那戏谑的目光正落在我身上，满眼都是我。等火扑灭的短短时间里，京城话题榜已经一发不可收拾。熊熊大火前，玉王妃深情告白誉王，誉王终于迎来甜甜的恋爱。原来你是这样深情的王妃。在现场围观了全城的皇亲国戚和官员们，更是纷纷感慨：太感人了！誉王妃简直就是王妃界传奇。感情之前是害羞，不好意思说，关键时刻还得看誉王妃。至于作为当事人的陆燕，哈哈哈，我跟你们说，我娘子特别好，好就好在她特别好。之前我娘子是内敛，懂不懂？私下我们玩的可野了。众人纷纷表示有多野，展开说说。饶是劫后余生，我也忍不住恶狠狠瞪了陆燕一眼。陆燕瞬间小媳妇儿状，我娘子不让我说。瞬间众人又开始哗啦哗啦鼓掌。誉王妃驯夫有术，以后不用害羞，该野就野，我们都特别理解。谁能告诉我，为什么尘埃落定以后，书里还是一个正常人都没有？莲儿当时见我死活不出声，于是跑去前殿告诉陆燕，我被困在了火海中。后来眼见报仇无望，他服毒自尽了。其实我本想送他回家，告诉他我不怪他，上辈子是我不对，这辈子我身边有陆燕，我不会成为上辈子冷血无情的模样。燕国国主完成了系统的任务，心满意足地回去花他的巨款了。临走前，我俩分析了一下，如果说一个人想改变剧情，只是蝴蝶轻轻扇动翅膀，产生不了作用。但是我燕国国主莲儿三个人跟三只大扑棱蛾子似的，在这个世界玩命忽扇翅膀，已经产生了蝴蝶效应，导致剧情崩坏，发生意外，这才有了后面一系列的事情。所幸结局是好的，我和陆燕终归得以相守。番外，自从尘埃落定以后，皇上第一次召我进宫，他满脸都是绝望。你能不能管管你夫君？他太不像话了，已经有10几个官员找朕告状了，不带你们这么欺负人的。原来在我忙着调整生意的这段时间，陆燕在整个京城上蹿下跳。家里有3房小妾的上书，建议他不要惯着我。他哼了一声道：什么档次这么跟我说话？老上书新娶了世子妃的平安侯世子，精心策划路线，就为了绕着陆燕走，结果却被他成功伏击，就为了显摆一句，你知道吗？我娘子亲手做的馅饼特别好吃。平安侯世子最后是拿豆腐渣攻城，糊弄陆燕的皇上本皇也成功中枪。陆燕特意求见皇后，颇为心机道：今年的雪真大啊，让臣弟想起来小时候那场大雪了。那次下完大雪，您和皇兄在雪地里打雪仗，最后皇兄惨败，被灌了一脖子血，回来就跟臣弟说，这姑娘还怪凶的乐，以后坚决不能娶这样的。皇兄还立志要娶一个温柔贤淑的娘子。皇后笑盈盈的点头，表示自己完全不介意，转头就做了一盆放了1斤盐、2斤辣椒的桂花糕，温柔贤淑地盯着皇上吃完了。皇上回到王府，陆燕正在院子里给我修秋千，见我回来，她兴高采烈地跑来：娘子你回来啦，你最近好忙，都没时间陪我。我抬手给她擦擦汗，温柔笑道：忙完了，以后都不会这么忙了。我把生意分权下放，皇上也派了人协助我，以后我只需要每个月花1-2天，大概处理一些事情就可以了。陆燕愣住了，不敢置信道：是为了陪我吗？我不要你为了我改变自己，你喜欢什么就去做什么。我摇摇头，替大昌赚钱是我的责任，你才是我心中唯一所爱。若没有你，一切都没有意义。你不是说想去看大好河山吗？以后我们就纵马江湖，一起看遍世间啊！陆燕一把抄起我，往屋里跑。纵马改天再说，我突然有点困了。我也不是不行。全文完，达达听书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个故事再见。